关于碟盘螺丝如果滑牙该怎么处理？那当然这一组 King 一代进站到现在都没有换过碟盘，看它齿钩就知道这一组很久了。然后这几颗我刚刚已经，之前我是用6角，怎么拆不起来，然后也面临要内6角面临要滑牙，所以没办法。网络找了很多，都说拿去给铁工厂焊死，然后转开，或者给专业的就机车行拿他们的那个爬不人机，或者说那个风炮，所谓的那个启动工具打。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动了，或者说不是很方便去那些地方的话，那该怎么处理？有人说固定钳是好用，但是有些状况下它不是很好咬，而且就算咬了以后，毕竟你看它的牙是直向牙，所以有时候在转的时候一不小心整个外面会被咬掉。这个螺丝的材质没有很硬，所以刚刚有讲网络上讲了很多，但是目前对我的状况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没办法土炮水管钳。但是水管钳用之前要注意，好的工具很重要。那这一把应该知道，应该大概看得出手牌子。好，不管。然后刚刚讲到这3颗，我也是临时起意拍，所以我不确定，各位在弄是不是方便。好，现在剩2颗，这2颗都还没有松，转不动。然后这颗是已经都松掉了，看得出来吧？我手没有去扶它。这2颗根本就还没有松，都还没有松。好，然后就反正也是机会，教这个诀窍，也不能算是诀窍，算是个人的一个经验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毕竟一个人拍摄，我也没有三脚架，或者等一下只能拿这个夹着手机拍，克难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可能会有断，等一下会先中断，然后等要拆的时候再重新启动。好，目前先这样子。好，目前这个角度已经固定住了。然后我等一下因为我人是在墙壁的垂直面施工，然后这个是水平面，所以等一下可能会没有声音，但是我会尽量的跟各位讲一下要该注意什么地方。一样，这3颗松的，看得出来吧？松的都不用扶它，转就开。这2颗还没有，所以等一下就是开这2颗给各位看，然后如果收音不清楚的话，我会在另外的录音再解说给各位听一下。好，现在开始用固定钳。固定钳刚才也讲过，不用太大支，因为毕竟各个厂牌的轮框、碟盘甚至螺丝都不太一样。基本上你只要你的螺丝是凸出来的，你的肉够厚的话就可以咬。但是咬的时候，不是蛮力的出力，你要稍微左手要去辅助咬的整个面，然后右手稍微，因为有看到它是倒向牙，这种是越转越紧，你只要这样顺下这样咬，它这个牙一边是朝这边，一边是朝上面，所以它会越咬越紧。但是一定要注意，你手要扶住它，不能滑掉。你一滑掉，你螺丝外围的肉可能就会被咬掉。这个螺丝可能内6角可能还没报废，但外面可能会先报废。好，我现在拆这2颗给各位看。
看到没有？开了。现在有看到吗？可以转了，就是开了。然后还有这一颗，我再弄这颗。要重点就是左手你另外一只手出力的手的另外一只手，你一定要去想办法去固定住水管钳的平面，因为水管钳的平面，如果你没有固定住，它一出力的时候，而且出力要记得是水平。你如果歪一边的话，它还是会整个滑掉，因为毕竟它要求的是咬整面，并不是只是咬一点点而已。那螺丝它只能咬到一点点，所以要注意这个一定要避免掉。现在再拆这一颗，这是最后一颗了。然后注意左手一定要去扶住它，想办法去让它两个接合面、咬合面要水平，不要滑掉。我们看到开了。我是因为这台车，10几年第一代的进站到现在，然后中间的轴心层那个轮轴的那个培安骨就轴承、滚珠轴承都坏掉，在起灰，轰轰轰轰轰，所以我必须要换。然后碟盘必须跟着过去，因为太老的车也这样能动就好，所以我才会面临到这个状况。然后也是借这个机会，在网络上搜寻也是很多人说方法很多，但是毕竟乡下地方很多资源不是那么方便，所以我必须拆碟盘、拆轮胎，换到另外一颗备用的轮框上。好，这样子，刚刚这2颗，这3颗录影之前我就开了，然后临时想到，因为在网络上找不到方法适合我的方法，所以才想到临时拍片分享这个方法给各位。然后这2颗就是刚刚录影拍出来的，开了。好 ，DIY 精神就是，活用工具，然后记得善选工具。好的工具希望6角扳手，好的6角扳手真的很好，但是基本上螺丝，因为车厂的成本管控，螺丝的材质都不是很好，只要稍微一施力点，这个90度施力、垂直施力一不正确，内6角就滑牙，内6角一报废，这个螺丝几乎就报废。所以刚刚那个方法适用于内6角已经滑牙，然后你没有资源去找焊接厂，或者附近的机车行都太远，然后比较适合自己动手，所以对抗滑牙，水管钳是好工具，但是重点是你的滑牙状况你要确定，它必须是外露式的螺丝，它的肉要够。很多外6角螺丝它不太那么好咬，外6角螺丝可能就要用这个了。然后这个有机会碰到再跟各位分享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刚刚碟盘已经拆过去了，看得出来，碟盘已经上到另外一颗铝圈。这个是沙漏厂找的，很便宜。然后内外的轴心，你自己换内外轴心比买这颗还贵，所以我直接要买这个状况很好的，看得出来，拆下来了。然后现在DIY 精神嘛，能省则省，胎皮移过去。在拆胎皮的时候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突出的，一般就是唇啊，然后轮胎就是卡在这边，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气密。然后在拆的时候，问题点是，当轮胎是你要拆的状况下是这样子，
你必须把它剪开。